怎样蒸出卖相十足、暄软有弹性的馒头？如何避免塌陷、回缩，或者是面发不起来的情况？大家好，我是阳光。今天咱们一次讲清楚面粉的发酵原理，来蒸一锅美味的大馒头。发面最基本的原料就是面粉、酵母和水。干酵母与水立刻恢复活性，吸收营养，开始繁殖。而当面粉与水混合的时候，面粉中自带的酶会将淀粉分解为单糖，为酵母提供营养。酵母吃糖就会排出二氧化碳。而与此同时，面粉中的蛋白质吸水后形成面筋，这是一种有韧性的网络状结构，把酵母排出的气体捕捉到面团中，反映到宏观上就是面团的膨胀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发面。温度是影响酵母行为最重要的环境因素，20到38度是最适合酵母繁殖与发酵的区间。38度以上，活力就逐渐下降，到47度开始死亡，55度就完全失活了。而20度以下，酵母的活力也会逐渐降低，分解糖类的速度变慢，但是有更多的时间产生复杂的有机酸、脂类和醇类化合物。这也是为什么低温长时间发酵的面食往往更好吃。到0度以下，酵母的活动完全停止，进入休眠状态，但是并不会死，回到常温又是一团好面。那么馒头教程里经常看到的其他原料都有什么作用呢？发面的时候加糖是为了早期给酵母提供更多养料，让发酵速度更快，但是风味上比缓慢发酵要差一点。而加油则可以减少面粉与蛋白质的间接，减弱筋性，吃起来更柔软。猪油和黄油中的饱和脂肪酸在常温下是固体，会让馒头看起来更有光泽。加入泡打粉则是为了协同酵母产生气泡，让面团更快膨胀。而加碱则是为了中和发酵产生的酸，一般用于老面馒头，商用酵母做的面团通常不需要。好，了解了发酵与食材的原理，我们就用这些知识来做一个低温隔夜发酵版的馒头。首先准备高品质的中筋或高筋面粉500克，酵母1%， 4到5克，常温水50%到55%， 275克左右。先用水把酵母激活。我们分2种操作方式来说。如果你纯手工来做，少量多次加酵母水，形成面絮之后，先把它们揉成团。这个时候面团还比较粗糙，说明水分的分布不均匀，需要密封醒面10分钟左右，让面粉充分吸水，然后再来揉，揉到面团回弹很明显，就说明面筋比较紧张了。松弛10到15分钟再来揉，直到面团光滑。如果用厨师机操作的话，同样先加入面粉，先开最低档，把酵液少量多次的加到面粉中，逐渐形成面絮。面团成型之后再加速。做馒头的面团用厨师机只要揉7、8分钟，到表面光滑即可。扯下一块可以看到延展性特别好。面团密封就可以进入冰箱了。在低温下，酵母缓慢工作，更多的风味得以发展，让我们的馒头变得更好吃。8到12小时之后就可以把面团取出，把表面扯开，可以直观的看到内部的网络结构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发酵的结果。闻闻味道，如果不酸就不需要加碱水。一次发酵的气泡比较粗糙，也不稳定，如果这个时候直接蒸，很容易会塌陷、回缩。为了重置内部结构，我们需要进行排气的操作，可以选择手揉，也可以用厨师机3到4档把面团揉光滑。但是如果有相应配件的话，压面机其实也是特别好的排气工具。把面擀扁，撒一层干粉防粘，直接过一遍，不到1分钟就能做到充分排气了。把面片卷成条就可以切分剂子了。判断标准就是切面没有气孔，这就说明排气到位了。每个剂子90克左右，注意要盖着点，防止失水。整形有2种手法，第一种是用手揉开，折叠，再旋转，重复几次，一个馒头就成型了。第2种方法更保险，可以把剂子用擀面杖擀开，折叠，旋转90度。这样的操作重复3次，是为了让各层的面筋交错排列，提供更好的支撑。这边就是馒头的底面，而这一侧会形成底面，然后像这样把底面对角折进去来收口。我们再稍微揉高，一个馒头坯子就完成了。蒸笼上垫纸或者刷油，把馒头坯均匀排列，预留出一些空间。相比1次发酵，这时面团中的酵母繁殖的更多，所以2次短时间发酵就能获得更均匀、更细腻的气泡结构。15到20分钟左右，轻轻按压会立刻回弹，我们就开大火蒸。上气之后转小火，20分钟就可以关火了，焖3、5分钟，让内外的温差没有那么大，再开锅盖。扑鼻而来的就是浓郁的麦香，白白嫩嫩，弹性特别好，攥紧松开，回弹特别快。内部的结构非常漂亮，空口吃越嚼越香。长时间低温发酵带来更有层次的风味，而和面和排气的工序带来了稳定的面筋结构，形成了北方馒头兼顾扎实与暄软的独特口感。好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相信科学，享受生活，我是阳光，咱们下期再见。